才子为何官场不得志？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璀璨的明珠。你看那些或豪放或婉约或田园或家国情怀的诗词，感动了无数人。很多人在读这些经典的时候都会感叹，说这些诗词的作者是真有才呀。但另外一方面很尴尬的是呢，这些才子的经历和遭遇啊，在形容他们这些过程的时候，总会说一个词儿：怀才不遇。你看不管是哪一朝代，所有的才子咱拢到一块儿，得80%-90%以上是官场不得志的，就是怀才不遇。你看李白，他被逐出长安的时候写了《行路难》，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天。你说他这仕途走得多难。杜甫也一生不得志，辞官回家之后，晚年生活特别困顿。因为咱们中学课本里呢，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这？连住的地方都这么次，你多惨。包括唐宋八大家有很多都做过官，可是或多或少或早或晚都有被贬的经历。韩愈啊、柳宗元呢、苏东坡，一个比一个坎坷。苏东坡他爸爸苏洵，就苏老泉呢，倒是一次没被贬过，那是因为他根本就没当过什么大官，进士也考不中，秀才也考不中，一辈子没有功名。所以说到这儿呢，那很多人就得问，说为什么这才子在官场他总是不得志呢？其实这不是巧合。你想啊，但凡才子一定是很有个性的人，因为有个性他的作品才有特点，因为有个性他的观点才独树一帜，因为有个性他才能在常人所不能的领域做得更出色。但个性在让才子成名的同时呢，真的会影响他们的仕途。比如以下3种个性，就是很多才子共同的毛病。一个是太张扬，一个是太独特，一个是太实在。有人说这听着也不是什么大毛病啊，你看我一个个给你说。咱先说这太张扬。古代呢，没有微博、朋友圈、网络直播这些自媒体平台，也没有宣传团队造势，所以但凡古代成名的才子，都是自己有极强烈的表达欲望，并且留下了大量作品的人。他们的做事或者说写作，往往完全根据自己内心的感觉，感觉来了那就得表达，这种表达是憋不住的，既不分场合，也毫不加掩饰。那么这在文坛呢，可以称之为洒脱不羁，有个性。但是在官场呢，那就叫嘴上没个把门的就自我修养不够，容易给人留下毫无城府、太过张扬的印象。一旦哪句话说不对了，伤人又伤己。你比方说这个初唐4杰里的杨炯，9岁呢就通过神童局考试，成为神童。按理说朝廷呢是要给分配工作的，但是他一直待业16年都没得到一官半职。你尽管他写出什么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张撕凤阙，铁骑绕龙城许鞍雕旗画，风夺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这诗写的特别棒。为什么没捞着一官半职？就跟他张扬的个性有关。后来好不容易当了官了，结果还是被贬了，也是因为语言个性太过张扬。你看我给大伙说说他2件事啊。初唐4杰呢，指的是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4位大才子，王杨卢骆嘛。当时这知名度有点像唐朝 F4， 但是人家不是凭着颜值跟有钱，而是真凭着才气。这里头呢，王勃排第1，杨炯排第2，卢照邻第3，骆宾王第4。在当时来看呢，以大唐的文化水平，你全国排第2，那相当大的荣耀了。但是杨炯对这个排名不认可，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呢？耻居王后，愧在卢前。就说呀，我排在王勃后头，我是耻辱，但我排在第3名卢照邻前面，我有点不好意思，因为他呢瞧不起王勃，认可卢照邻。其实这排名啊，就跟咱们现在什么这个榜那个榜似的，那就是世人一个说法，不赢房不赢地，你不认可你自己知道就得了呗。他到处跟人说，你说让人觉得你得多张扬，让王勃觉得你得多小气，他非得说出来。更有意思是，后来杨炯我认识王勃，了解王勃，觉得王勃排第1确实有道理，真有才。他就专门写了一个文章叫《王勃集序》，给王勃的集子作序，盛赞王勃。那其实这是杨炯比较可爱和单纯的地方，但是你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说那些话让别人讨厌自己呢？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张扬性格，在文坛呢还能算个性，但在封建官场，张扬的杀伤力太大了，朝廷就不会敢轻易的让他做官就说你不稳当。所以杨炯虽然通过了神通举，但一直待业16年没得到工作。到他25那年了，你看9岁神通举，16年过去了，25了，杨炯不等了，说我重新的参加科举考试。他才气确实大，逢考必过，很快呢就当上了秘书省校书郎，相当于咱们国家图书馆的管理员，官不大呢，但总算进官场了。可是杨炯张扬的个性依然不改，他就觉得其他通朝为官那些人呢，没有真才实学，装腔作势，啥也不是。他给他们起了个外号，说这些人都是麒麟旋。什么意思呢？我给你解释解释。旋是啥呢？咱们都知道那个做鞋的时候在鞋里边放那个鞋旋，像模子似的，就把鞋能撑起来，然后照这尺寸来。说麒麟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演戏经常出现麒麟这个动物形象，但咱们都知道哪有真正的麒麟呢？所以呢，真需要麒麟出场的时候呢，就牵一头驴，在驴身上套一张画的麒麟的皮。你皮再好看，你脱下来不还是驴吗？所以大伙管驴叫麒麟旋，就它是麒麟的鞋旋这东西。所以说这些官员穿着朝服的时候呢，像不像样？就像披着麒麟皮的驴，一脱官服你还是头蠢驴。你想这话得多损多伤人吧？就你一句话把跟你所有通朝为官人都给骂了，这话传遍朝野，得罪了满朝文武。没多久杨炯就被政敌在武则天那打了小报告，直接给贬了。所以你看古代才子想要仕途平稳，首先你就不能张扬，得管住自己嘴，别想喷谁就喷谁。比你有才的人少，但比你有势力的人太多了，你弄不过人。所以才子官场不得志，第一个毛病太张扬，第二个毛病太独特。有人说既然是才子一定是与众不同的存在，有自己独特的个性爱好，这没问题啊。这个在文学作品里可以惊天地泣鬼神，但是在官场上一旦显露出来，你容易把其他官员给惊着。你比方说晚唐时期跟李商隐齐名的大才子温庭筠，他就因为习惯性考试作弊而吃了一辈子苦头。这温庭筠咱多说两句，前面有几期节目里我提到过温庭筠。有的朋友说老梁你念错字了，你读成温庭筠了，就竹字头搁个平均的均。我告诉大家呢，你也不能说我完全读错了，因为这个字呢是个多音字，一个字呢一个音念均，一个字念云。但是呢听众朋友里头有高手善意的提醒我，我赶紧查了一下资料，我是觉得我前面念均是有问题的，应该念温庭筠。就这些朋友说的对，为什么呢？均呢是个地名叫法，一般用地名入人名呢，除非得是你就这地方出生的，而这个温庭筠呢并不是那个地方出生的。这个念云是什么意思？竹子。温庭筠是什么意思呢？庭院里的竹子，你看很雅。所以由此我想到这个红颜里头那江姐，历史上实有其人，她叫江竹云，所以那就更应该念云了，前面还有竹子呢，江竹云嘛，不应该念江竹君。我以前也念江竹君，我身边好多人都念江竹君，这是不对的。所以咱这儿呢，我向这个听众朋友表示感谢。这个人应该叫温庭筠。我说在他的诗词我都滚瓜烂熟，也很喜欢他这花间词派的东西，但是念了这么多年温庭筠，心里有愧。这就是说高手在民间，咱们听众里边藏龙卧虎。那么这个温庭筠，你看我都习惯了这温庭筠呢本来是宰相温彦博的后代，按理说应该官运不错，可是他偏偏呢太独特了。他最大爱好是干嘛呢？给人当枪手，帮人考试作弊。就是他作弊别人发现不了，他觉得太痛快了，太爽了。根据这个唐书记载，温庭筠作弊的手段十分高明，而且逢考必作弊，还从来没有被考官抓到过。最气人的，每次他考完都明目张胆的告诉考官，这次我又帮人答题了。即使考官取消的成绩，也阻止不了他帮别人作弊的步伐。所以只要有他参加考试，他名气大呀，监考老师都压力山大呀。如何防止温庭筠作弊，成了考官最头疼的事。到后来呢，考试呢专门给他设了个 VIP 座，就专门监视他，结果一样看不住，他一样能帮人作弊，把最后给考官气的。
后来就是没办法了，朝廷下令剥夺了这温庭筠的进士资格。作为才子，温庭筠的实力毋庸置疑，他想为国效力也是真的。但是这种热爱帮人作弊的独特习惯，你在封建官场就会认为是对朝廷科举制度的挑战，你让上层根本不敢启用他。因为有才，所以独特，放浪形骸，不约束自己行为，这也成了古代才子在封建官场不得志的另一重要原因。所以说太张扬，太独特。第三个什么呢？太实在。就才子虽然天资聪慧，八面玲珑，但偶尔也会犯一些低级错误，比方说太实在。说太实在是什么错误？就是坚守自己的一种理想，并没有考虑到别人的感受，没有考虑到别人的潜台词、潜规则，一门心往前冲，太实在。咱举个例子，明朝说三大才子之一谢晋，他最重要的成就就是编了《永乐大典》，但老百姓最了解的还是他流传在民间那些对对联的本事。你看咱们原来课本里有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这就是谢晋的传世名联。他曾经是内阁中位列第一的辅臣，相当于官居一品的宰相，后来竟然被扣上不懂规矩没规矩给下了大狱了，再后来被埋到雪堆里活活冻死。原因是什么？就仨字，太实在。一开始他跟着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非常器重谢晋的才气，他曾经对他说过这样的话，说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意思是我和你名义上是君臣，但从感情上来讲就跟爷俩一样，所以朝廷上的事呢，你应该对我知无不言。谢晋是个实在人，一听皇上就跟自个儿爸爸似的这么说，就跟打鸡血似的，第二天就拿出个万言书里边写了很多东西，虽然对治国理政确实有帮助，但是很多细节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善。这就跟咱们现在这社会，你看着有很多这样那样的弊病，但是你改起来千头万绪，那哪是一朝一夕能改呢？朱元璋明知如此，但为了鼓励员工，还对谢晋这个举动提出表扬。结果谢晋蹬鼻子上脸了，很快又写了一个太平十策，这篇幅更大。朱元璋这回没说啥，不敢表扬了，因为这里边除了给朝廷出谋划策谢晋还挑了其他官员的很多毛病和错误。他今天弹劾这个，明天指责那个，最后连皇上朱元璋毛病都挑出一大堆，引起朝中众怒。同僚很讨厌他，朱元璋也开始对他颇有微词。有一次呢，身为翰林学士，当时是他还不是这个首辅大臣，是翰林学士，谢晋公然指责兵部的工作人员工作态度不好，这让兵部尚书就兵部的这个领头的沈潜恼羞成怒，同样也对谢晋反唇相讥，两人就吵起来，最后要皇帝评理。到朱元璋这，你想兵部尚书这么重要的位置，当然要远远重要过翰林学士了，他没有必要为一个新进翰林学士让朝廷人人自危，就这么的把谢晋给贬了，贬到江西道当监察御史去了。后来又让谢晋他爸爸把他领回家反省，表示现在不能重用，你要修身养性，你提高修养，10年后再来。后来呢，朱元璋死了，他四儿子呢，明成祖朱棣成了永乐皇帝了。谢晋呢被朱棣重用，朱棣甚至比朱元璋更欣赏谢晋。他先是派谢晋呢主编《永乐大典》，让当时谢晋这个才子的风头一时无两。而且对外呢，朱棣说了这么句话：天下不可一日无我，我则不可一日少谢晋。就是天下没有一天能离开我的，我是没有一天能离开谢晋的。结果这话把谢晋给坑苦了。为什么呢？这知识分子太实在，他就把自己跟朱棣的关系想象成魏征和唐太宗的关系，其实他想多了。朱棣对他没有那么大的心思，拿这话无非是昭告天下，我重视人才，广揽贤才。说白了，谢晋就是他一个类似广告代言似的。这到后来就出事了。朱棣有4个儿子，立太子的时候呢，征求谢晋的意见。当时朱棣意思是想立次子朱高煦为太子，谁知道谢晋的实在劲上来了，明确表示我不支持这个二儿子，我支持你们老大朱高炽。他说为长古来如此，皇太子仁孝，天下归服，若弃之立嗣，必兴争端，先例一开，怕难有宁日，历代事可谓前车之鉴也。
他意思说你立长子为太子是祖宗规矩，皇上你能破坏规矩吗？朱棣听了之后非常不高兴，可是谢晋看不出来，还一个劲儿的跟朱棣摆事实讲道理。朱棣也没办法辩驳，最后只好同意呢立长子朱高炽为太子，次子朱高煦被封为汉王。朱高炽虽然被立为太子了，但是表现并不好，朱棣看着就心烦。倒是朱高煦很会讨皇上欢心，所以朱棣给他的待遇呢超过他大哥朱高炽。谢晋知道之后，这十字劲又上来了，他也不管这人家家事，上书劝阻朱棣说：“起争也不可。”意思是说呢，你这么做呀，容易造成次子跟长子之间争，这争太子位这么做万万不可呀。朱棣听之后非常愤怒，说：“你谢晋是不是心里没数了？你这不挑事呢吗？离间我们骨肉之情，那我们家事你跟掺和什么？”一怒之下把谢晋给轰出去了。这个事儿很快传到朱高煦耳朵里了。本来立太子的事就让朱高煦对谢晋怀恨在心，再加上这次挑拨离间，他就更恨之入骨了。于是次子朱高煦带领被谢晋弹劾过的官员，开始对谢晋进行报复。永乐8年，这是公元1410年，谢晋呢他在外地当官，进京向朱棣述职，正赶上朱棣御驾亲征没回来，所以谢晋呢只见了当朝太子嘛，算监国，见了朱高炽就回去了。朱棣回京之后呢，这朱高煦马上向朱棣报告说：“是上书司宪太子进归，无人臣礼。”意思谢晋来了，他趁你外出时候来了，私底下跟太子见面了，然后就回去了。你说他太没礼数了，这言外之意什么？这不是人臣之礼，这要造反呢。那其他官员恨谢晋也随声附和，一下子惹怒了朱棣。朱棣就以无人臣礼之罪，马上诏令锦衣卫逮捕谢晋入狱。抓到里头之后呢，皇上可能把这事忘了，一晃5年过去了。锦衣卫总管呢向朱棣上报囚犯名册，朱棣一看呢，谢晋居然还在里边呢，就问了一句：“谢晋还没死吗？”锦衣卫总管读懂了朱棣意思，所以当晚就用酒把谢晋灌醉，把他外边下雪，把他拖到雪地里头，搁雪埋起来了。那这一个晚上冻得挺挺的，给冻死了。当时谢晋年仅47岁，他去世之后呢，家里财产都被抄没了，妻儿宗族都被流放到辽东。所以你看看，这么一个大才子居然落得这样的下场，这罪魁祸首就是他实在的性格。立谁为太子确实关系到祖宗规矩，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呢，这是人皇上自个儿家里事，你跟着掺和说三道四就不应该了。再说朱元璋和朱棣让他知无不言，其实都是为了巩固统治，说说而已。谢晋作为大臣，怎么能天真到真的知无不言呢？咱只能说这才子智商挺高，但情商确实不是那么高。所以咱们看才子进入古代官场，如果不遵守官场规矩，一味的信马由缰展示自己，只会让入木三分的表达成为攻击别人的武器，那么特立独行的个性就成为政敌的把柄，就把优势变成劣势了。如果不迅速转换角色，去适应官场的规矩，就没有人敢跟你合作，就没有领导敢用你，那你的命运走向必然是怀才不遇。所以这个也不分古代现代，你细琢磨琢磨，道理都是一样的。因为对于这个掌握着权力的统治者领导来说你才高八斗远不如滴水不漏更安全，更有前途。你的能力再强，如果你浑身是刺儿，对整个官场的稳定和团结产生影响，那这领导也不可能用。官迷有谨记。中国元朝划分的社会等级分成1官2吏3僧4道5役6功7将8娼9儒10盖。那么事实上呢，官员在社会生活当中拥有优越的地位，一直向来如此。当了官呢，就能提升社会地位，带来权力和财富，这样的好处让人们趋之若鹜。其实这点呢，从古及今应该说道理都差不多。于是就有人呢一门心思钻研当官，就成了官迷。可这官迷也不好当，因为有些官迷他不是因为能力差，也不是没才华，也不是没决心，就是总当不了大官。而且一旦当了大官，马上就出事。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过于迷恋这个当官的权力背后那些个附加值。所以说当官你要是个官迷，你一定得想清楚自己为什么当官。如果你要没想明白这个问题，
很可能你在当了官过程当中就容易出事，或者压根你就当不了官。那咱们今天就给大伙说说这个官迷都有哪些禁忌。第一个禁忌呢，是忌讳特别迷恋地位。你比如说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啊，越是缺失什么，成年后越是渴望得到什么。出身低的人呢，当官就是为能提高身份，但往往就在于提高身份之后啊，乐不可支，做出一些狂妄自大的事，最终就毁到这事上。诗仙李白就这样，在《新唐书》里记载，李白祖先在隋朝末年被流放到西域。后世有学者研究说，李白他爸爸呀是作为政治犯被流放到西北边城的，所以他爸的文化水平很高。在武则天执政后期呢，李白那时候出生在碎叶城，就是在今天的这个吉尔吉斯坦共和国的境内。李白5岁那年呢，他爸爸带着一家人呢迁到四川定居，以经商为生。幼年的李白呢，在父亲影响下呢，衣食无忧，饱读诗书。虽然家境很富裕，但是在唐朝呢，生意人呢没什么社会地位，加上祖辈又是流放犯，可想而知是不会受人尊重。所以李白从小就有个愿望，他要当官。但是商人的孩子在唐朝时候呢，是不允许参加科举的，只能呢被一些名人推荐。于是25岁的时候呢，李白呢带着他爸爸给他一大笔钱，离开老家了，出去游历去了。第一站呢就到了终南山。说要当官你进山干嘛呢？这山可不是普通的山。李渊呢唐高祖称帝之后呢，就把道家祖师爷老子李耳呢看作是这个李姓的祖先，就在京城附近终南山呢建立一所老君庙，供大伙参拜。那么这里边景色很优美，皇帝和大臣呢经常到这避暑，所以当时就有很多想当官的人呢，就假装到这隐居，以便呢跟官员们往来，从而当官。这个咱们以前老梁同时讲过，管这叫终南捷径。李白呢也到终南山隐居，但是他当官心切，隐居没2天就等不到举荐，就不耐烦了，就开始去山东。去山东干嘛呢？他找孔子的第37世孙叫孔朝甫。孔朝甫是唐代重臣，他的政治基础很深厚。李白就想呢巴结巴结孔朝甫，看有没有机会。但没想到呢，这孔朝甫啊是真正的世外高人。这时候他回老家待着，对仕途根本就没兴趣。李白呢只能再换个人投奔。这会儿他到了浙江，拜访了有个老道叫吴云，这次他算找对人了。跟着这吴道士没多久呢，吴道士就被叫进京城了。他看李白很有才华，就把他引荐给自己的同乡4名狂客贺知章。贺知章呢是个大官，这时候已经80岁了，是太子的门客。他写的诗大家也熟悉，什么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什么碧玉妆成一树高，春风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虽裁出，二日春风似剪刀。贺知章很有名。贺知章呢读到李白的诗《蜀道难》的时候特别惊讶，哎呀，李白呀，你不是凡人呐，你是天上贬下来的仙人呐。所以称呼李白为浙仙人，就贬下来的仙人。李白后来诗仙这个称号就此得来了。俩人都愿意喝酒，很快成了忘年交。就30多岁李白跟80岁贺知章成了忘年交。那么贺知章呢很欣赏李白才气，就把他推荐给唐玄宗。唐玄宗也很欣赏李白才华，给了他很高的礼遇。头一次见面呢，唐玄宗就从步辇上下来亲自接见他，赏赐他御宴，给他调制汤羹。不久呢，李白就被唐玄宗任命为翰林待诏，在宫中的翰林院供职。这下把李白高兴坏了，这啥待遇啊？皇上都这么重视我，谁敢瞧不起我呀？所以这时候呢，李白特别迷恋这个官给他带来的地位，因为他原来从小到大想要的就是这个地位。他当时写了不少诗，什么归来入咸阳，谈笑皆王公跟我一块聊天的都是王公大臣。什么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业未交欢。就那个时候看不起我人，现在主动来拜访我来跟我交朋友。你看把李白得意成什么样了？这不就他想要的吗？地位啊！我这么有地位，想干啥不行啊？所以在顺境当中人就难免狂妄膨胀，就干出来让杨国忠磨墨，高力士脱靴这事儿。杨国忠是杨贵妃的哥哥，高力士是对泽宠的宦官。你说李白把这2位得罪有好吗？之后皇帝一要启用李白，杨贵妃就拦着。才1年多，李白想当大官的梦就破碎了。后来李白写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其实呢不是他品格多高洁，是他当官不成，没办法发的牢骚。所以说，首先一个，你想当官，你忌讳迷恋当官给你带来地位。第二个呢，比较忌讳呢，迷恋自己的抱负。咱说千里为官只是为官，千里为财只是为财。你当官，很多人是为了施展自己才华，达到自己理想抱负。可是毕竟这天下不是你一人说了算，你要太执着于自己抱负，你这官也当不长，也当不好。你像跟李白一样是官迷的孔夫子、孔圣人，孔子当官就是为了实现自己政治抱负，要解决社会问题。那么为了解决社会问题，他就得有地位跟权利，就得有话语权和决策权，那就得当官。否则人为言轻，你的理论思想就不能被实际应用。咱们现在做官的人有两种嘛，一种是呢当官为了干事，一种是干事为了当官啊。我说这迷恋抱负的人，就是当官为了干事的人。这《论语》里边有记载，说有一回呢，子贡问他老师孔子，说如果有一块美玉，咱是把它藏起来还是卖了它？其实这打哑谜，意思是子贡问老师，一个人该隐居还是该从政？孔子回答：孤之哉，孤之哉，吾待古者也呀。就卖了吧，卖了吧，我这等着价钱往出卖呢。可见呢，孔子多想当官。为此呢，他呢也没少努力。孔子呢19岁结婚，20岁他老婆给他生一个儿子。当时呢，这个孔子呢担任呢管理粮仓的小官。鲁国的这个国王鲁昭公很赏识他，就派人送了一条大鲤，祝贺他有个儿子。孔子就因为这个给儿子取名叫孔鲤，字伯鱼。他为了讨好鲁昭公，谋得升官呢，孔子也是拼了，这个拿自己儿子这名字都当成一种这个奉承。无奈呢，这鲁昭公不中用，被3大贵族呢给撵到齐国去了。后来3大贵族之一的季家有个家臣叫杨霍，掌握了鲁国朝政，他想请孔子出来当官。孔子很鄙视杨霍，认为这个杨霍是乱臣贼子，不愿在他手底下做官。杨霍就送给孔子一头猪当礼物。按照当时的礼节，孔子必须要到杨霍家里去致谢。孔子也不想见杨霍，就专门挑一个他不在家的时候去拜谢。结果半路上呢，巧俩人还碰上。杨霍拦住孔子就问说呀，你自己身怀本领，却任凭国家混乱，这个不能叫做仁吧？孔子说是啊，这不能叫仁义。又问他说，你想做大事，却总是不去把握机遇，这不能叫做明智吧？孔子答说，也不能叫明智。杨霍接着说，岁月不等人呐，你岁数也不小了。孔子听了后呢，应承下来，答应他会去做官，但是躲着杨霍这时候没去。一直到杨霍被赶走，鲁国的国君和3大贵族重新请孔子出仕，孔子这才正式当了官。这时候呢，他已经51了，很快呢，官至宰相。在他治理下呢，也就那么几个月吧，鲁国发生很大变化，商人也懂得公平交易，老百姓也恪守礼法，讲究孝道。这齐国一听说孔子把鲁国治理的国富民强，害怕鲁国强大了，邻居会威胁到齐国，就设计陷害，给鲁定公呢送去80个美女。这鲁定公开始沉迷美色。孔子见鲁国不能让他施展抱负，就离开鲁国了，重新寻找能让他施展才能的理想国家。于是孔子开始周游列国，他多次呢也被邀请出来当官，但是总嫌弃邀请他的人是乱臣贼子，名不正言不顺。他自己也慨叹说，我怎么总碰不上明君呢？难道我就那墙上挂的苦葫芦吗？中看不中用吗？那其实如果他能变通，就可以在有生之年呢，尽可能施展他的抱负，帮助更多的百姓。说孔子是特别迷恋自己的政治抱负，名不正言不顺，他不出来。其实这也是做官的一大禁忌。那中唐时期的韩愈呢，也是这样。韩愈呢考中进士之后呢，按照规定呢，要参加吏部的复试才能当官。但是韩愈连续3次复试都失败了。韩愈没像孔子那样抱怨自己时运不济、怀才不遇，而是向当时的宰相主动写了自荐信，但没得到回信。韩愈不死心，接二连三又写了好几封，但都没有回音。那么不能一步呢就在这个京城里当官，韩愈也没放弃。他回到地方呢，在节度使的幕府里任职。几年后呢，他第4次参加吏部的这个考试，这才考中。那么当了官的韩愈呢，他有政治抱负，他想把这个老百姓治理的更好。有一回他到华山玩呢，看到关中地区大旱，灾民四处乞讨。可是当时的负责这个事儿的京兆尹李时，就京官李时，封锁消息，谎报关中粮食大丰收，百姓安居乐业。韩愈得知实情之后不能容忍，他立刻上奏反映情况。
结果反而遭到李实的谗言，被贬下当县令。那么这个教训呢，没有让韩愈知难而退。他复职之后呢，看见唐宪宗啊，每年迎佛骨入皇宫，到大内里边拜谒，就劝呢，唐宪宗说呀，你这劳民伤财，你把这佛骨给烧毁了得了。唐宪宗看过奏折后，气得大怒，你这侮辱我的信仰呢，就要用极刑处死韩愈。幸亏大臣极力劝谏呢，让韩愈捡条命，被皇帝贬到当时偏远落后潮州当刺史。所以韩愈后来有首诗嘛，一封朝奏九重天，西贬潮州路8000。本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73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吾远来应有意，好收五谷张江边。给贬到那么老远的。那么韩愈到潮州一上任，就给皇上写了一篇表，这就后来有名的文章叫《谏佛骨表》。他检讨自己，说我太狂妄，不该对佛祖不敬，又把皇帝一顿夸，把皇帝自继位以来功绩都列举一遍。韩愈如此表忠心讨好皇上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早日官复原职，因为他只有官复原职，有了权力，才能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复兴儒学。所以你看，韩愈不仅自己跑官、要官、保官，还在主动结交权贵，向他们推荐后备才俊，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弘扬儒学。所以就说你过于迷恋自己的政治抱负，那对当官是有妨碍的。当然我们这仅仅是从做官的功利角度来判断这个事儿，它并不是完全的从一种理想角度来判断。那么如果你真想当大官的话，假如你目的就是当大官，那迷恋自己的政治抱负往往不是一件好事。那么还有一种官迷呢，他自己的能力配不上自己野心，这个也是挺大的忌讳。就是要当官当大官，很多官员一心只求往上爬，过分痴迷于平步青云，却不看看你自己有没有那能耐，把精力都花在仕途升迁上了，而没有花在能力提升上，最终容易不仅连仕途，可能连自己命都搭进去。你看南北朝时期呢，南朝宋，这贵阳王刘修范呢起兵造反，朝廷就派萧道成为将军，率军前去平叛。大军到了新亭呢，就今天江苏南京，刘修范呢率军前来攻城。这时候守城的官一个叫张敬儿，一个叫黄回。俩人一看刘修范带的人不多，张敬儿就回禀萧道成说，贵阳王此期前来，防备不足，我等若去诈降，一定能把他拿下。这个张敬儿不是在吹牛，他原本呢就是一介武夫，原名叫张狗儿。你这名多难听，没别的本事，有把力气，箭射得准。参军之后呢，凭借敢打敢杀呢，在战场多次孤军奋战，屡立战功，从一个无名小卒一点点升到南阳的太守。这个名字就是皇帝嫌他本名太土，什么张狗儿，给他改名叫张敬儿。那么这次平西叛乱呢，朝廷特派他和黄回来协助萧道成。这萧道成知道张敬是个官迷，就说你要能干成这个事儿我就让你当雍州刺史。张敬儿很高兴，按计划和黄回出了城，丢了兵器，向贵阳王投降。贵阳王刘修范信以为真，就把他俩招到身边问话。这时候黄回假装答话，说城中部队布置如何人数如何，咱怎么收拾萧道成啊？这时候张敬儿突然夺下刘修的佩刀，斩了他的首级。那么当这个张敬儿带着人头回到这个新亭之后，萧道成不答应，说你斩了刘修范就让你当这个雍州刺史吗？萧道成反悔了，他觉得雍州下属的襄阳是重镇，他不放心交给这么一个没文化的这个莽夫张敬儿。但张敬儿不依不摇，他有自己小聪明，他知道荆州刺史沈攸之跟萧道成不是一条心，就说这个荆州和雍州挨着，大人你想想，我要做了雍州刺史，我就可以在这儿替您盯着沈攸之了。这句话说的萧道成心里了，于是就依他了。没多久呢，萧道成反叛，杀了暴虐的小皇帝。那么忠于宋氏的沈攸之果然起兵，最终被张敬儿给杀了。所以萧道成建立南齐之后呢，给张敬儿升了官。入朝为官，张敬儿也感到自己的能力不足，礼仪什么他完全不会，他就是个武夫。他每天下了朝，在家就偷偷的开始学《论语》。那么萧道成知道张敬儿特别官迷，所以临终前特意在遗诏当中为张敬儿加任了开封仪同三司，这朝廷对有功大臣最高的赏赐。按理说没文化的张敬儿应该知足，但没有，他还心有不甘，还想当大官。那么新皇齐武帝登基，
一朝天子一朝臣，张敬按说应该低调行事，可就在这个时候呢，节骨眼上呢，他老婆做个梦，说梦见自己老公又升官了。结果这个呢，把张敬儿的野心给撩拨起来了啊！他也对其他人说：“我还得升官，我还能当大官。”这事儿传到新皇帝耳朵，想你这时候爵位官职都最高啊，你还不满足，你还想升官干嘛呀？你是不是要造反，把我取代了当皇帝？就这么的设下个鸿门宴，把他拿下。在处死张敬儿之前，张敬儿感慨的把官帽扔下，说了一句话：“此物误我呀！”就这官衔把我耽误了。由此可见，当官的出发点对仕途有很大影响。咱们现在反腐倡廉，有很多大学生报考公务员，你问他为啥想当官？如果他的心思就想我获得权利，我搂点钱，那对不起，如果你带着这种不忘初心的心思当官，恐怕你这个仕途也不会顺利，最终你可能要倒霉。所以我们说，当官的出发点太重要了，当个官迷你也要有诸多的谨记才可以。